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玩频道。今天咱们再来玩两个 KO 版的重涂的 MP10车头，两个都是精涂的配色，但分了每日的两种版本。配件内容这回都带了大斧、合金的领导模块、精涂的大枪，但是这个 KO 的大枪弹射的激发开关不是很灵活啊。这一块也是因为上漆的关系，我觉得就很紧，得手动拉出来。先来看一下日版的这个车头配色吧。全身的零件其实都是上了漆的，所以整体看起来这个发色效果闪闪亮亮的。在细节这地方也补了一些分色的处理。美版的这个车头的分色区别不大，主要是后边蓝色的部分，美版是偏浅蓝色，日版是那种深蓝的感觉。电镀轮毂、橡胶的轮胎，而且这回的 KO 版本保险杠这一块和车灯的位置密合的程度还不错，比起之前的那些缝隙修得更小了一点。那我们也是变形一下，两个倒车镜折回去。MP10这个模具啊，已经变了无数次了。主要还是看一下整体的一个变形手感。车灯的位置扣合的松紧力度也行，虽然是有挺厚的这个电镀漆面，但是也不至于紧到拔不开。胳膊拖出，先掰一下。注意后方这里边有一个插扣的，但是这一块的关节，肩膀在往出抽拉这根轴的时候，会显得很紧。这里还是要用一点力的。胸口这一块电镀零件伸进去，盖子折起来，下边这一块黑色的盖子根部的轴也挺紧的，玩起来稍微的有一些生涩。腰部这里打开，中间的合金双关节搓一下，腰部拧个180度，打松，然后把轮子旋转180度。根部的这一块齿轮关节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紧的，我感觉是因为漆面的厚度导致的。把这块捏捏齐，然后顺着腰部这里 Z 字折叠填下来，腹肌这一块闭合上去。胸口就可以盖上了，这里有两个插扣，调一下插进去。胸缝子对的非常的小，这个缝隙完全可以接受。楼梯多加了涂装刻画，打开盖板，拳头转出来，明正。这一块的缝隙也是调教过的。最早的时候，这个 MP10的 KO 版本这块缝隙特别的大，调过来以后大概有1毫米多一些的偏差。这回插进去以后，对的就不错了。而且该补色的细节都做了补色的处理，所以呢，看起来涂装也是非常漂亮的。电镀的油箱左右打开，盖板这块根部的转轴翻折的时候，尤其在人变车的时候啊，揉着点根部去偏，毕竟很小嘛。胯部左右旋转的这个轴很紧，你听起来都会那种涩涩的感觉啊。按着开关往下拉，拉到底，咯嘣一下锁住。这一块我觉得也是因为大腿整件上了漆，所以抽拉的时候不是特别顺畅，得使点力。小腿的前盖板翻折出来，哇，这个轴也紧，就是整体把玩的手感方面，感觉所有的轴都调紧的似的。主要就是全件上漆导致的，漆面的厚度让这个公差变紧了。其实相对来说，在变形手感上，美版的这个是要比日版的那个稍微的轻松一些，
估计是漆面的厚度不同导致的吧，尤其在腿部伸缩的这一块以及胳膊翻出的时候，日版的这个会特别的紧，美版的这个相对好一些。但相对来说，单指这两款的话，美版把玩会更轻松。但涂装方面来说，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。除了蓝色零件一个深一个浅之外，车窗的颜色也不一样。美版的这个其实是青色的透明件，日版的这个会偏深蓝一些。包括眼睛的光学镜，这两个的颜色发色效果也不同。其他方面，模具的精准度，包括细节涂装的工艺上边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。唯一就是后背这里，后腰这款日版是一个紫蓝的，跟腿部的颜色一样。美版后腰这个地方是一块红色，该增加的细节涂装点，这些地方倒是都没有缺失。小腿内侧的管路刻画，包括前方这里的车灯位置，还有在手臂上面的一些细节点缀，还有边缘这些银漆的线条。所以总体来说吧 ，KO 版本主要还是突出一个价格便宜啊，性价比很高，再加上这一次的一个涂装精涂的版本，包括在这些原来是塑料色的表面都上了银漆，再加上很多的细节勾勒和点缀，面板上边的这些全部上漆以后，对着光看也是闪闪发光的。总的来说，突出的就是一个金属质感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的两款 MP10是日版的好看，还是美版的更喜欢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集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